美军核潜艇上浮对华挑衅极其明显，解放军需补上这一短板。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我是马超。美媒披露，美军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南海周边主动上浮，此举对华挑衅意义极为明显，背后也有着一箭双雕的意图。这也再度提醒我军应该尽快的补上这一短板。我们都知道，战略导弹核潜艇有着非常恐怖的破坏力，单艇就能对一个国家造成重大的破坏。由于每一艘都弥足珍贵因此通常是不会公开露面的。然而，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披露近日在菲律宾海区，美国海军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缅因号却罕见的主动上浮，与 CH-53E 超级种马海上直升机进行了对接。后者通过航空调运的方式直接为其进行了补给。通过这一举动，美军验证了使用航空平台在大洋上直接为潜艇进行补给的战术。此举有助于延长美军潜艇的战备巡航时间，增强美军潜艇作战的灵活性。不过美军的这一举动绝不仅仅是为了验证战术，更是满含着对华挑衅的意味。从这艘美军潜艇上浮的地点来看其选择菲律宾海上浮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菲律宾海位于南海的东部，美军的战略核潜艇出现在这个方向，可以直接向地区国家炫耀美国军事肌肉。在美国极力争取菲律宾等南海地区国家支持的背景之下，这一举动无疑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美军核潜艇也能非常轻易地从菲律宾海北上，直接前往台海东部。从这一点意义上说，美军也想借此在台海方向威慑中国，并且趁机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暗地打气。因此，美军此次行动可谓是一石二鸟。可以说，战术层面的演练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同时挑拨南海地区国家，挑衅中国，以及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其意图可谓是一箭双雕。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对华挑衅的手段有很多，但是核潜艇装备正成为美军越来越倚仗的武器。近年来，随着解放军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的快速提升，美军军力介入中国周边作战的难度和风险是与日俱增。美国海军对此恐怕是深有体会。一艘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昂贵军舰，在接近中国，尤其是台海周边的时候，面对解放军各类先进导弹，可谓是空前的脆弱，以至于无数美国军事分析家和媒体都在重复地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解放军的先进导弹，美国海军水面舰队是不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呢？但从中我们也必须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美军的潜艇，解放军的反潜能力还有待加强。核潜艇是海军装备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类武器。现代化的核潜艇不仅拥有强大的火力，更有着优异的静音性能。部分的先进核潜艇噪声水平已经和海洋背景噪音是相差无几，相当被难发现。就以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为例，该型核潜艇的噪声水平已经在100分贝以下了，这确实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水平。当此类核潜艇在距离中国1000多公里的距离活动的时候考虑到美军在大洋地区拥有制空和制海权的优势，解放军空中平台很难在这个距离上进行反潜战，海军舰艇突出到这个距离也不安全，解放军只能依赖少量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对其进行猎杀。这种做法不仅反潜的效率较低，而且将迫使解放军潜艇部队与质量占优的美军核潜艇部队进行对抗。可以说，解放军未来要补上的一个短板就是反潜战力，这既需要海陆空三军的配合，拓展解放军拒止美军的距离，也需要更多性能优异的攻击型核潜艇。好的，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喜欢本期的话题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